Hello guys，Louis 这边欢迎回到我们的这个开箱影片。今天可以看到我穿的比较正式一点，因为我们今天开箱的是一个老前驱，在邦萨的111 Menarong。待会的话，我会跟你们go through3个重点啊，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 project 的地点，第二个就是 project 的一些资讯，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会分享一些我自己的 personal 的一些 pros and cons 的看法啦。OK， 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111 Menarong 的实际地点啊，可以看到这个是 project site， 然后它的正对面的话呢，这就是它的这边过一个马路啊，很大的一个马路啦。它的对面就是这个 Pavilion Damansara Heights 的这个 shopping mall 以及它的住宅啦。OK， 如果你要方便的话呢，就是去前面这一边的 shopping mall 去买你的 grocery。或者是你要去那个比较出名的这个邦萨 shopping mall 的话呢，就是直直走这边，然后在直直走的这边前面的话，你会有看到这个就是它的 MRT 站，然后你是 with 这个 cover walkway 的，然后直直走一路走到前面，然后往左边就会去到我们这个 Jalan Marof。OK， 这边前面这边往左边。然后往前走，再继续往前走，再继续往前走，走到后面到十字路口了。我们左手边这边就是我们的这个邦萨 shopping mall 啦，邦萨 shopping center。OK， 然后这里的话呢，我不是到很熟悉，但是你们可以来看看一下。里面的话，邦萨 shopping mall 里面是有蛮多吃的就是一个吃东西的地方啦，很多 cafe 等等的，然后这边也是会有 cafe， 会有一些我们讲店面这样子啦，就是一些家具店面。OK， 现在的话呢，就到我们这个法萨啦，可以看到这个是他们的 car park， 他们的 car park 的话呢，是从 basement 3到 P2 啦，都会有8层楼的这个 car park， 然后单位的话呢，会从9楼到第14楼。然后第15楼的话呢，就是他们的这些 Sky Facilities， 有的是 Sky Pool、Sky Gym， 还有一些小孩子的 pool 这些啦。现在就带你们来看 Type MEB 2房2车108方 A187方尺的这个单位。所以这边可以看到，一进到去的话，对不对？我们的左手边就会先是厕所的。所以在这个项目的话，对不对？我们不能以 normal 的方式来看待。这边会比较偏Europe style 一点，所以这边进去可以看到这里是他们是做到干湿分离啦。这边是他上厕所的地方，然后这边就是他冲凉的地方，然后这边就是他的这个洗手台，这边是他的洗手台，然后这边再进去的话呢，就是他的房间啦。OK， 这边就是他的房间。所以可以看到是蛮有设计感的一个房间。然后它的客厅的话呢，就是在这里，可以看到空间是非常的大的，然后跟中式设计是有一点差别啦。这边会比较我们说欧式风格一点。然后这边的话出去就是它的这个balcony了，它是一个 L shape 的 balcony。OK， 这边出去是一个 L shape 的 balcony。OK，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呢，他们都是用这种一大片的这种玻璃，整大片的这种玻璃。然后地上的话，这些是 compressed marble， 然后这些是 timberwood flooring， 房间都是 timberwood flooring。OK， 然后我们现在就去看它的这个主人卧，他们主人卧，然后他们是做成这样的一个设计。OK， 然后进到去的话呢，这里是主人侧啦，同样的也是做到这个干湿分离，然后这边是有浴缸的，他们是做了一个浴缸的设计在这边。然后这边我觉得蛮贴心的一个设计，就是他们留有这种位置给你去放你的这些肥皂这些。然后如果不习惯站着冲凉的人，就是久站冲凉，他们也是有做这种设计。你可以坐着冲凉这样子。OK， 这个是它的这个单位。
OK，由于这个项目的话呢，我们说购买的人士的话，对这些东西都有一点要求，所以他们就特地做了这样的一个样板，给你去摸这些材质是长什么样子的。所以这里看到这边1到12号就是我们说它的这个牌的位置啦，然后这些就是它的就是我们说材质到底是用了什么材质，然后给你去触摸。我觉得是蛮贴心的一个方式来的，去表达他们所用的这些材质。OK，现在就到我们的这个总结时间了。第一点的话呢，我会给到的这个总结就是它的密度是非常的这个低的啦。对于少数人来讲，密度低可能它不是一个很大的价值，但有一些人来讲，密度低是他们真正在找着的，他们真的是注重于他们的 privacy 为主。privacy 为主，就是它不要很像一个 project 里面有几百件这个的话只是111件而已啦，所以是非常的这个低密度的。第二点的话呢，这个项目的话，它真的是住宅为主，它不是类似于我们说投资型房产，很像给你做 Airbnb 的，还是做我们说酒店类型的，它真的是以人的一个我们说住宿体验为标准去做设计的这个项目来的。第三点的话呢，这边周围是非常的一个成熟了的啦，所以你是不用担心agent 换你什么饼干，就是跟你讲哇这边发展会有几号，这边是已经成熟了的，所以你就不用去期待它的一个很高的一个我们说增值空间除非是你能找到一个买家愿意去为它的这个低密度以及它的整个住宿的体验去用更高的价钱来买这一个单。所以缺点的话呢，相对性来讲啦，流动性会稍微的差一点。第一个是因为它的价格，第二个是因为它的这个受众群体是属于偏小的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喜欢一个这样。因为这个 project 的话呢，它的这个 design 是非常清楚啦，它的客户群还要找的人是谁的，所以它我们所谓的这个客户群会稍微的少一点，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卖的话，可能你需要花比较多一点的时间去找到适合的买家，才能卖到好的价钱。第二个的话呢，这个项目绝对不是走性价比的这个路线了啦，这个是走着我们说高端，我们说就给人的感觉就是它看起来不奢华，但是只要你进来，你一看到它就是我们说知道这一些用的都是有品质的一个东西，虽然它不是很像我们说怎么很给人家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名牌我们说名牌或者是潮牌这样子一个概念去讲啦。这边是给人家知道这个东西是有质感的东西，然后用的东西全部是好的东西来的。第三点的话，这个没有这样适合第一次买屋子的人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因为真的不是每一个人出身都这么的富裕啦，就是第一次买就可以看到这样高端的屋子所以这些会比较适合于我们说有了几间家，然后想要有一间在邦沙这边，然后这个地点的话又是他们喜欢的这个就会适合他们了。总结一句，这个项目的话是不是很老实说受众群体是真的少，但是会欣赏它的人会欣赏这个项目的人呢，会愿意为它的这个价值付出更高的价钱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点赞、订阅、加分享。我是 Louis， 我们下一期见，拜拜。